各位朋友，有这个种种证据啊，说明日本呢的确要跟中国赌命。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好赌是吧？也突袭珍珠港结果呢赌输了。但是这次呢有美国的这种支持，日本人觉得这次没准他能赌赢喽。那日本现在是一定要保护台湾，要介入武统台湾的这个战争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敏锐的军事专家发现了日本的整个社会正在制定战时的条例和规则，这就是要跟中国开战了。可惜呀，中国有些这个决策层高层可能还迷糊着呢吧。虽然现在呢你看国内的媒体三天两头的就是中央电视台还有包括这些央媒报纸都在登说日本警惕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可是在军事斗争的准备上呢，真是没有看到具体的这种措施是不是？所以呢，中国的很多的爱国群众对此呢就非常的焦虑，觉得这个现在的上层是不是还跟那儿睡着呢？是像晚清那样吗？枪口都顶到胸口了，还有人端着一碗妥协换安全的迷魂汤，猛灌着脑回路。说白了，跟晚清奏折一个腔调，当年也是这么想的，赔点钱让点地，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呢，南京条约赔出去2100万银元，换来列强昂首排队进门。辛丑条约再赔4.5亿两白银，两笔赔款喂饱了侵略者的枪炮，百姓活命，还得再交一笔庚子赔款。很多人以为那是形势所迫，但你仔细看，根本不是。清廷里主张妥协的大臣心里算的不是国家账，算的是个人账。退让没用，但他们知道退让对自己有用，观望能保家产不动，嘴上说的是保全大局，实际上保的是自己。清末有个官员留下过一段记录，列强的军舰就在江面上，连甲板上的晃动都能看清他在干嘛，不是研究防御，不是调兵遣将，而是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琢磨一件事赔多少才显得我有诚意。结果呢，赔钱不够，再赔还不够，最后连人都搭进去了。不是没想通，是想得太清楚了。现在还有人说实力不对等，退一步很正常，听着很理性，但现实是你退一步，对方就敢进2步，这不是谈判，这是强权的试探，是底线的测试。当年沙俄23年吞掉150万平方公里国土，靠的是谈判技巧吗？不是，靠的是清廷一次次无底线退让。你退他，就记住你会退，下一次他直接上手。这逻辑跟现在某些人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们相信我退一步，你就会感激我。现实呢，对方只会把这当成软弱的信号。你把视角拉高一点看，历史上真正守住地盘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靠退让站住脚的。日本当年敢对清政府叫板，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准了你一定会退。法国能在欧洲站得住，不是姿态低，是手里有牌。国家如此，个人也是一样。你要是一直低眉顺眼，别人就会默认欺负你没成本。最讽刺的地方来了，当年主张退让的那些人，家里的地产铺子反而保得最好。他们用国家的退让换自己的安稳，把百姓的血泪当成谈判筹码，等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了，才开始痛哭流涕。可那时候国家已经被掏空了。历史早就反复证明，退让换不来安全，只会换来更大的胃口。底线一旦后移，对方就会逼你继续后移。今天你退的这一步，就是明天必须再退的起点。所以我现在看到还有人鼓吹妥协，心里真的堵，这不是理性，这是健忘。我们的祖辈用无数条命换来的教训，就一句话，不能再退。不是因为我们好战，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今天能站直了说话，是几代人拼出来的。要是现在还有人劝你弯腰，那不是成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底线这东西一旦松了，就再也拉不回来了。最近呢，日本共产党机关报世奇在头版头条披露，日本政府正在全国范围推进一套完整的战时对应机制。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和全国各地方政府逐一签订战绩协定，把战时士兵阵亡善后工作细化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地步。这不再是普通的防灾演练，
而是实打实的大规模战争备战动作。这份政企联动的战纪协定覆盖了战时阵亡士兵善后的全流程，没有任何遗漏环节。协定明确规定了战死士兵的快速回收、专业运输、身份核验、遗体修复、美容、无菌保存等详细标准，甚至连家属通知流程、战时葬礼安排、专属墓地预留都做出了精细化规划。最关键的一点是，日本政府强制要求民间机构、普通民间力量全部纳入这套战时体系。这意味着日本已经实现全国联动，把普通民众也绑定进了战争善后链条。作为日本少数坚持反战立场的左翼媒体，世袭直接点名批评，这套机制就是日本彻底摆脱和平国家身份，走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信号。媒体同时隐晦暗示，日本这套全方位备战预案针对性极强，大概率就是为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东亚区域冲突提前布局。以往各国备战大多聚焦兵力、装备、后勤补给，很少有国家会提前细化到阵亡士兵遗体美容、民间兜底善后这种细节。日本做到如此细致，足以说明他早已做好承受大规模士兵阵亡的心理准备和实战预案。这件事最危险的地方，从来不是预案本身，而是日本心态的彻底转变。二战战败后，和平宪法和惨痛的战败教训让日本社会长期保持着对战争的敬畏和警惕。但最近这些年，日本一步步突破底线，持续增加国防预算，修改历史教科书，解禁集体自卫权，钳制军事力量。如今日本更是落地战死善后全国机制，彻底瓦解了社会反战根基。日本已经慢慢把战争当成可接受、可参与的常规选项，所谓和平国家的底色基本彻底褪去。我们还要看清日本背后的深层算计。日本主动推进台海相关备战，本质是甘愿做美国亚太战略的马前卒。美国负责提供情报支撑、后勤兜底、战略背书，日本负责靠前站位、出兵出力，承担伤亡代价。一旦东亚爆发冲突，日本会成为最先流血、最先受损的消耗品，最终为美国的霸权博弈买单。日本每一次激进的扩军备战动作，都是在透支自身发展机遇，加剧区域紧张局势。日本如今的所有操作，都是在主动玩火、自我消耗。日本执意绑定美国，挑衅周边备战冲突，最终一旦局势失控，日本必将成为最大的输家，没有任何例外。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个极具讽刺的细节，很多人都不知道，山东曹县长期垄断日本90%以上的棺材市场，日本殡葬行业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这就出现一个极具反差的局面。日本倾尽全国力量备战，提前规划士兵后事，就算日本做好了所有战时善后预案，最后连士兵入土安葬的棺材都要被中国卡脖子。这个细节也足以说明，日本的所有战争准备都充满了自欺欺人的荒诞。这个罗富强先生可是中国军队里边的军事专家呀，你看看他的这个提醒啊，日本现在是真要玩命了呀，朋友们，中南海还不醒醒吗？还不赶快的呀？这个小日本它有一个特征，你呀，只有扇到他脸上的响亮的耳光声，才能让他退缩。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